大家好，我是秋平。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，大家看看是不是有点像甘肃的戈壁荒漠？去年我走河西走廊的时候，大部分见的就是这种情况啊。然后在我身后呢，这里有一座塔。我走河西走廊的时候啊，看到了很多唐代的，还有宋代的塔，特别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玄奘，就是我们称呼的唐僧，他也走了河西走廊，并且呢留下了他的很多踪迹。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，不是在甘肃，也不是在河西走廊啊，是在湖北黄冈的一个麻城。这附近的人也非常少。这个地方呢，被称为九龙山。在湖北啊，还有一个山叫做九宫山，那是李自成去世的。这里大家听到九龙山带一个龙字，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就不简单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再细说。我身后这座塔呢，也有很长的年限了，跟河西走廊上面的很多塔一样的，是属于唐朝时候建立的，到现在呢，差不多有1200年。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个塔的故事。首先，我们看到这座塔呢，是在一个山坡顶上面，这里相当于就是九龙山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。它这个塔叫做柏子塔，柏树的柏，那么是高9层，高度呢差不多是50来米。大家猜一猜这两个数字什么含义呢？95至尊。所以呢，它这个塔呢，相当于是跟皇家有关系。我们边走边说，边过去看看。下面呢，还有一座庙，叫做九龙寺。你看看九龙，这个都跟古代的皇帝有关，所以呢，它这个塔必然而然就跟皇帝有关。特别是我们到了南方，基本上看到的都是树木，还有杂草，绿葱葱的。但是在这里，大家看到全是石头，就相当于戈壁一样的，长不出东西的。你看下面这些树呢，零零散散，偶尔种了，而且附近呢居住的人非常少。一般我们说走到南方，这种离市区才10-20公里的地方，应该是住满了人。但是在这个地方呢，方圆10公里啊，住的人寥寥无几。再看看前方这些，寸草不生啊。像我们这些可以看到长了一些草、长了一些树的地方，就相当于是在石头上面，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层土才长出来一点。我们刚刚说这个塔经历了1200年，外表看起来是非常完好，跟新的一样的。其实不是如此，在上个世纪抗日战争的时候，日本鬼子呢把这个塔呀上面2层半炸掉了，所以呢，在这几十年前一直都是保持着7层半。后面这里为了我们说的观光旅游嘛，就把它重新修复了。现在看到的是9层，所以明显的看出来，它这里是2个颜色。这上面一部分是新的，然后下面这个砖呢，相当于旧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1200年饱经风霜，这座塔呢还仍然保存在这里，还是非常了不起的。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就这座塔1200多年，基本上就是我们说孤零零的屹立在这个大地上面，遭受日本人的那个炮轰，还能够屹立在大地上面。所以说这个塔的结构啊，还是非常坚固的。其实我们在河西走廊，在陕西啊，能够看到很多塔，都是属于唐宋时期保存下来的。你像唐僧，埋葬的地方，就安葬的地方，也有一个塔。所以说，大家如果看这些文化的话，在陕西非常多，包括甘肃也是如此。离这个塔大概100多米，有一座寺庙，不知道是不是当时跟这个塔一起建造的。因为正常来讲的话，有塔应该就有寺庙。这种塔呢，一个是皇帝要下令建的，另外呢，建这种塔肯定在古代是比较有名的那种我们说的僧人嘛。那僧人在这里建塔，他自然就要有寺庙。这个塔总共是9层阁楼式砖塔，塔门向南拱券形，里面还有佛龛，就等于说每层啊都有一个门。以前我估计这个塔还能上去，因为听当地的人说啊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呢，这里呢有小孩会爬进去玩，也就相当于我们说很多像陕西那些大的帝王陵、封土堆，以前是可以爬上去的，但是现在由于相当于是保护文物的作用，全部是不让进了。5层以上是螺旋式楼梯，
当然我们进不去啊，如果进得去的话，就可以看得到，相当于以前从塔的1层可以一直爬到9层。那么为什么会在这里建造这样一座塔呢？这个就有一个传说了，这里相当于是九龙山，所以呢，民间传说此地呢九龙禅顶，有帝王之迹。唐时有一名风水先生，他呢在去世之前嘱咐儿子啊，将自己的尸体用9条草绳缠住，闭门49天后移葬九龙山，然后回家向北方连射3箭，就是说要安葬在这个山上面。但是他儿子长期待在家里，他母亲呢就一直天天叫他干活，所以他儿子呢就不得不去。第48天就射出宝剑，3支宝剑从唐王头上肋下穿过，唐王震怒呢，于是呢就在这个九龙山建塔，用来镇压，相当于这个地方说的就是有龙脉有龙气。那作为皇帝的话，他不允许在其他地方有这样的，就怕影响他的统治。因为在古代嘛，那些皇帝也好，大臣也好，比较信奉这些所谓的风水，所以呢，就下令在这里建造这样一座塔。当然，这是个传说啊。关于这个唐王，还有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啊。在有些传说把这个唐王当作是李世民，就是说李世民在上朝的时候，突然有3支箭直射而过来，李世民吓得躺在那个龙椅上面，当然了，被他们手下的大将挡住了。但是呢，实际是非常不符合的，因为李世民比这个塔早了差不多将近100年了。李世民离现在大概是1300多年，而这个塔呢，实际的历史离现在是1200来年，所以这个就非常有趣了。我们现在看的塔是1200年，但是在这个地方的历史啊，其实是非常深厚的。大概在2500年前，就是春秋的时候，吴楚2国军队就在这个地方打仗。当时呢，有一个孙武，就是以这个现在塔的这个周围啊为点将台，排兵布阵，激励了3万吴军勇猛作战，以弱胜强，大败了当时的20万楚军。所以至今九龙山一带的山脉啊，都是我们刚才看到那种颜色，从表到里面呢是一片殷红，寸草不生的样子。再这样近距离看一下这个塔，确实非常坚固啊。经历了1200多年还这么完好无损，经过日本的飞机大炮仍然还保存这么完好，确实厉害了。在这个塔的四周现在是有2种颜色，那种比较白的就是现在修补上去的，因为毕竟经历了1200多年，尽管说塔没有倒塌，但是有一些砖还是我们说的掉了，所以重新修补了一下。这个塔周边全是这种地貌，就有点像丹霞一样。它这个草长得不高，其实相当于在石头上面有一层薄薄的泥土，长了一些草。再远一点呢，基本上就是完整的石头，寸草不生。我们刚刚从那个塔下来，现在去里面看看。我听到好多人在说话，来找他们了解一下这个塔的故事。这里有个小门呢，这里好像住了一户人家。这个很有意思啊，这种门。啊，这里应该是一座寺庙。哦，这里不知道是干嘛的，好像是有住了一个修行的人。这里感觉还住了挺多人的，你看，好多柴火。你好，你住在这里是吧？住这边，住这边，你在这里好多年了？没得好多年，也算是在这里修行是吧？在这里借住啊，借住啊，我还以为你是个塔，你是在这里看管呢。他可不是我管。在这里碰到一位老爷爷，一开始我以为是守护这个塔的，后来了解到他是在这里居住，大概住了4年的时间。不过在这里非常热闹啊，我在里面看到了很多人在这里吃饭，有10几个人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在这个塔的周围转了很久，看了这么久，确实非常佩服那个时候的工匠，那个时候的设计者，能够把一座塔建成这个样子，向他们致敬。